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对笑星来说真是个好时代。你看现在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都是看嘉宾会不会逗乐；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也是那种选喜剧明星的居多。就连那些偶像小生在微博里边，都不得不伪装成兼职笑星，靠自黑啊、玩段子呀，博取粉丝们的好感。所以一个笑星，或者说一个潜在的笑星，在现在的娱乐圈里，那真是太吃香了。那说现在是不是笑星最受重视最好的时代呢？要我说还不是，最好的时代得往前倒，倒到古代去。在古代啊，笑星可不是受欢迎那么简单，他们有可能啊能够左右朝政，甚至改写历史。今天呢，咱给大伙说说中国古代的几个有名的笑星。首先咱们说这位啊，是相声行的祖师爷。就说相声的后台供谁？供这位。这位叫什么名字呢？叫东方朔。一提东方朔，很多人想起来说是汉武帝身边的大臣吗？还是个弄臣？你要说他怎么是相声祖师爷呢？就这东方朔，据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东方朔呢，他有个名字呢，他叫复姓东方，单字明朔，字曼倩。所以你看说相声那个场面桌啊，往往绣着4个字叫曼倩遗风。当年的张学良就曾经写过一个曼倩遗风的手书，这字送给谁呢？送给相声艺术的第5代掌门人张寿臣，就张寿老。所以你看说相声那桌上曼倩遗风，那就是尊重东方朔。当然说东方朔是相声祖师爷呢，这是牵强附会，因为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相声艺术。只不过呢，在过去越是低贱的行业，往往越找一个高大上的祖师爷供着来养腕。你比方说唱京剧，过去说这些人是戏子，但是那时候京剧行祖师爷是谁呀？杨贵妃跟唐玄宗，往这上靠。说算卦祖师爷是谁呀？鬼谷子。说开妓院祖师爷是谁呀？管仲。你看都往这上靠。但是说东方朔是相声行祖师爷呢，确实他身上具备说学逗唱的这个功力，有意思的事也多。首先呢，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姓的人。他父亲本来姓张，在他出生前呢就死了，他是遗腹子。他母亲生下他3天之后呢也去世了，他是让自己哥哥嫂子抚养长大的。他这哥哥呢挺草率的，一看他从出生的时候呢东方刚亮，就直接拿东方给他做姓了。东方朔这一辈子呀都比较豁达随性，可能和这种随意的起名啊也有关。再一个，他做官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他本来呢是齐地人，就是现在这个山东啊淄博呀一带。以前呢他酷爱读书，他为了有更大发展呢，就跑到这个汉代的首都长安。到长安才知道呢，长安人才济济，想出人头地太难了。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上上书写信。当时最高领导人呢汉武帝提倡读书人通过上书方式来表现自我，所以给皇帝上书算不上多有创意的举动。东方朔了不起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只给皇上写了1封信，就让皇帝彻底把他记住了。什么方式呢？其实是恶搞。就东方朔1封信呢，用了3000个木简。你注意，这东汉蔡伦发明纸张，到西汉时候呢，上书还都是竹简木简。3000个木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公车府的2个年轻人，得是属于那种膀大腰圆的，刚刚能抬得起来。于是汉武帝在宫内呢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2个月才读完。说信里什么内容呢？无外乎就是我叫东方朔读过书，练过剑，长得高，长得帅，我是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男子附件里边呢这附上了对大汉集团呢有关管理呀、民生啊、军事啊、排兵啊等等各项工作他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其实呢他为什么这么长？他就是想告诉皇上一件事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这抖音上经常听到的。我也想低调可是实力不允许就这么个意思，又搞笑又逗乐。所以汉武帝读完了这信之后呢，就把这人记住了，马上呢就下令任命东方朔呢为公车令。说这公车令是多大的官呢？说白了跟孙悟空的弼马温也差不多少。公车令是干嘛的？就是给皇上当传达室的老大爷。咱们看各个单位传达室的老头管个信件收发什么的，就干这个的。
这东方朔就不乐意了，说我当这个官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啊，怎么施展自己理想抱负呢？所以他就想个办法，他这办法想的够损的。汉武帝身边啊养了那么几个侏儒，其实也是就给汉武帝逗乐的，身高不足3尺。有一天东方朔就找到这几个侏儒，说皇上说了，说你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种地，也不能打仗，也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用处，所以皇上打算杀了你们，省点粮食，你们赶紧向皇帝求情去。这些侏儒们听说之后吓坏了，连哭带嚎的找汉武帝求饶，把汉武帝哭懵了。一问啊，这么回事，好你个东方朔，你这不假传圣旨吗？招来东方朔就准备责问他。东方朔呢主动给皇上道歉，说我呀是气不过，你看啊，这些侏儒身高3尺，我呢身高9尺，我一个顶他们仨，可是我跟侏儒挣的钱是一样多的，就拿的工资是一样的，你这是想撑死他们呢，还是要饿死我呀？你说这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说你要不愿意用我呀，就干脆把我打发回去了，这搁这浪费您粮食干嘛呢？一番话呀把皇帝逗得哈哈大笑。其实呢这就是现在相声里比较常见的这种对比啊、夸张啊这种搞笑方式。汉武帝一看你说的有道理，就把他升官了。那么说这么一个靠逗皇上乐来换取官位的人，他为啥后世对东方朔还挺尊敬呢？你看这个司马迁史记里写到东方朔，那可不是就把他当做一个孝星，下笔里边体现出的意思呢是对东方朔是很尊敬的。我说几个真事儿，这都史记里记载，你就明白为什么东方朔后人很尊敬他。汉武帝有个姐姐叫隆虑公主，这个隆虑公主呢老年得子，这孩子呢被封为昭平君。这个昭平君呢就被宠坏了，无法无天的。这个隆虑公主啊临死的时候就预感到自己死了之后啊，这儿子肯定得闯祸，就跟汉武帝讨了一个免死口供，说以后我儿子如果犯了大事啊，你一定看在这个姐姐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你饶你外甥一命。这临死的愿望呢汉武帝呢也就答应了。结果隆虑公主死后没多久，这昭平君果然犯事了，醉酒之后杀了大臣了。这可咋办呢？按大汉的律例啊，这非死不可。汉武帝犯难了，你说杀吧，答应过姐姐，金口玉言呢，也不能随便反悔；不杀呢，大臣都看着呢，这徇私枉法，不自个儿打自个儿脸吗？这汉武帝挺聪明，干脆他就装哭，在陶上一顿痛哭，哭自个儿外甥。那意思是啥呢？你们看看我外甥要死了，我都哭成这样了，你们得明白我意思，赶紧来向我求情，向我求情，我好借坡下驴，找个台阶。我假装为难，答应了，这不就两全其美吗？果然这大臣很聪明啊，一看皇帝哭了，都来求情。结果这时候东方朔呢突然间呢乐了。他怎么乐呢？他很大声的称赞汉武帝，皇上啊，您可真圣明啊，您看呢，您都哭成这样了，就自个儿外甥要死，您伤心成这样，都这么伤心，你都不徇私情，您都要把外甥绳之以法，您可真是当世之明君呢。把汉武帝捧得乌丢乌丢的，下不来台了，没办法，只好秉公执法，把昭平君给杀了。你看东方朔高不高明？还有一次呢，说汉武帝特别好大喜功，老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有一次呢，他得意洋洋的问东方朔，说你认为朕是一个什么样君主呢？东方朔一看这皇上很骄傲，东方朔就开始说相声了，说您这功德呀超过三皇五帝，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贤能之人都辅佐您呢？比方说周公、少公都来给您做丞相，孔老夫子给您做御史大夫，姜子牙都来做大将军了。他一口气儿把古代30多个治世能臣都说成是汉武帝大臣，这语气当中虽然是搞笑，但带着讽刺。这汉武帝呢，恨也不能，骂也不是，还被他逗乐了。但这个逗乐之余，他确实感到自己不如原来那些圣君，我也得反省，咱别洋洋自得了。你看，这不就是以笑劝谏吗？但是呢，他的这个劝谏都是藏在嬉笑怒骂之中。汉武帝呢一辈子也没重用过东方朔，一直把他当成小丑式人物，一直到东方朔临死之前，和汉武帝说了一句话，他引用《诗经》上说的，翻译过来就是呢，说这个苍蝇飞来飞去啊，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着苍蝇嗡嗡叫，就别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
啊，四方邻国也不得安宁，希望呢陛下呢你能远离巧言谄媚之人啊，别听信他们的谗言。这时候把汉武帝惊个够呛，说以前东方朔呀不逗乐不说话，现在怎么说话这么正经了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他呀绝不仅仅是个搞笑的明星。就说这个时候汉武帝意识到了，其实东方朔是个兼职孝星，是个真正的忠臣。那东方朔是兼职孝星，历史上还有全职孝星。在古代呢，专门逗乐的全职孝星被称作排优。和相声相比呢，排优更倾向于呢滑稽模仿秀啊，这个职业可古老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最有名的一个排优呢是春秋时期的幽梦，有成语叫幽梦一乖，就说这幽梦啊想学谁都学得惟妙惟肖的。幽梦当时伺候谁呢？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呢召见幽梦给自己表演节目，幽梦就来一段模仿秀。模仿谁呢？楚国的相国孙叔敖。孙叔敖这时候已经死了，孙叔敖可是个了不起人物。司马迁呢在史记里称他是呢，说孙叔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甚美，正缓紧止，力无奸邪，盗贼不起。就是孙叔敖治理的楚国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呢活得很舒服。就是楚庄王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跟孙叔敖的辅佐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惜孙叔敖英年早逝，活了38岁就去世了。那这幽梦呢，凭借自己的天赋把孙叔敖模仿的不但惟妙惟肖，还特别搞笑滑稽，当场把楚庄王就给乐懵了，说你这简直跟孙叔敖活着一模一样啊！这么着吧，孙叔敖死了，我也挺难受的，我这么的吧，我拜你为相国吧，就你幽梦来当这个相国，顶替孙叔敖吧。这时候幽梦就说了，哎呀，我这哪有那两下子，我可不敢当相国，而且我害怕当相国啊！你为什么害怕？你看为什么呢？这大王你看啊，孙叔敖一生尽忠报国，廉洁奉公啊，使咱们楚国呢称雄诸侯。可是他死后呢，他儿子一贫如洗，现在干啥呢？靠卖柴为生，那体格还不行，天天长病。你说这样的话，我要当楚国相国，将来我儿子都快混得活不下去了，你说我哪敢当啊？我得保全我孩子呀。楚庄王一听啊，面红耳赤，搞了半天了，这幽梦是有备而来呀，他这讽刺我呢。楚庄王意识到自个儿没有照顾好孙叔敖的后人，愧对孙叔敖，所以他立即呢把孙叔敖之子招来，重加封赏。所以你看呢，古代的孝星都挺有才，而且你看这个全职孝星幽梦，不顾自己身份低微，其实等于给楚庄王用这种方式进谏，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可以说这个幽梦呢有着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讽刺皇帝。你再看东方朔这兼职孝星其实他的喜剧天赋何尝不是被皇帝给逼出来的？如果你直言进谏，把皇上惹怒了，效果也不好，他只能呢又要保命又要谏言，所以他采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古代的孝星可真不好当，那是等于用生命在搞笑。那由此呢，我想多说两句。你说古代孝星这精神难道不值得现代孝星学习吗？咱们看现代的孝星，有的时候向权力谄媚，有的时候只顾自个儿挣钱，弄一些很庸俗的东西。现在孝星也不用冒着杀头危险了，还能拿着天价的潮楼，挣了不少钱。那是不是在搞笑的同时说你给人带来了送去欢笑，这固然是好。那么当你要尽到一个演员的社会责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正义与公理一边，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呢？我们看为什么一到现在，不光孝星其他的明星也是一有倒霉的事了，很多老百姓说不理解他们也好，还是瞧不起他们也好，纷纷出言讽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对正义和公理发声的时候，演员这行几乎集体失声。有的人是远离政治，远离社会责任，闷声发大财；有的人甚至呢自甘下流，醉生梦死。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社会责任感没有，那你说老百姓把你看成个戏子，轻巧你，贱巧你，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那些孝星
你在搞笑的时候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呢？起码需要你们发声的时候，不要谄媚权贵，不要向庸俗低头，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不要在这时候躲避一些正义的声音。是不是孝兴也应该尽到一份社会责任，向中国古代的孝兴学习一份他们的家国责任、家国情怀呢？我们看古装电视剧经常可以看到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这样场景。鲁迅就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风波》，背景就是溥仪在张巡的支持下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小说里边有这么个情节，当皇帝做了龙庭了的消息传到绍兴临近小村时，村民七金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你看，虽然他家里既没有在押的亲人，也没有通缉的对象，但是皇帝一登基，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大赦。这是啥呢？就是条件反射。这就说明大赦这件事太频繁了，频繁到一个离政治远的不得了的农村妇女都产生条件反射了。那我们也就明白了，《水浒传》里头这些梁山好汉为什么一有了人命案，往往是选择出去躲风头，然后老老实实等待天下大赦。你比方说宋江坐楼杀西，杀了阎婆惜，要被赐配江州，他父亲宋太公就对他说，你现在到江州去不要做强盗，1年半载等皇恩大赦下来，回来咱们好爷俩团聚。水浒传虽然是小说，但小说都是源于生活。宋太公说等皇恩大赦下来1年半载，其实正好是唐宋大赦天下的平均时间，每隔18个月来一回大赦天下。那如此频繁的大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大赦天下这些事儿。说为什么要大赦，原因有很多，主流的原因有那么3个。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大赦就是为了收买民心。皇上为啥一登基就大赦呢？主要是为了彰显恩德，收服民心，让老百姓感激自己。你看我这皇上是个仁慈的皇帝，你就死心塌地效忠我吧。那么关于这个原因呢，最明白不过的得数苏东坡。说的是宋仁宗嘉佑2年的时候呢，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考试的题目呢叫行赏忠厚之治论，其中有一篇考卷写的是深得欧阳修的这个好评，欧阳修越看越喜欢。怎么写的呢？这考卷一开头说传曰就是不知道哪个传就传曰说当初尧舜禹时期尧做皇帝的时候，当时的法官是高尧，每次呢高尧审问犯人，给犯人判死刑的时候，尧呢都站出来赦免这个犯人，然后高尧不服再判刑，尧呢再赦免，如此3次，造成什么结果呢？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就天下人呢都害怕高尧呢执法的严厉，但都感激呢尧是个宽厚的好皇帝、好国君。欧阳修一看这文章写的太好了3判3赦这写的好，就把文章定为第1名。但是呢他有点心虚，说看着文字笔记有点像自个儿徒弟曾巩，就唐宋8大家里的曾巩，怕回头被人说自个儿偏袒徒弟，把自个儿徒弟定为这个状元，就把这文章判为第2。结果判完以后揭开名帖，你一看呢，卷子跟曾巩没关系，这卷子谁的？苏东坡，人上面写着苏轼。虽然有点尴尬呢，这欧阳修跟苏轼认识之后，还是问苏轼说你这文章写的太好了，可我有点没弄明白，3杀3赦你前面说传曰，说这哪段历史记载的，哪里典故？苏东坡乐了，说啥传的，我瞎编的。这原话叫想当然尔，就我觉得那么事我就那么写了。所以你看苏东坡自己编出了典故，故事是假的，但道理是真的。皇帝大赦天下为啥呀？就为了让别人说自个儿仁慈，以此来收买民心。当然收买民心呢，光仁慈不够，还得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所以有人呢拿大赦天下做文章，演了一场特别精彩的政治秀。这个政治秀的导演和主要演员是谁呢？唐太宗李世民。咱们都知道李世民是怎么当上皇帝呢？玄武门兵变杀兄逼父夺来的皇位，所以他心里总有那么点虚，所以才有门神的典故嘛。他睡觉的时候都得让秦琼、敬得2员大将守在门口给自个儿把门。那么这么心虚李世民呢，为了让老百姓觉得我虽然玄武门兵变，但我也是真命天子我是最真最真的真龙天子。他为了证明这个呢，
他就策划了一场戏，说大唐贞观6年的腊月22，马上就要过年了。这时候呢，刑部的人送上来呀，就是要判死刑的这些囚犯。唐太宗李世民呢，亲自呢，来看这个名单，看这些死刑犯名单呢，李世民就突然哭了，动了恻隐之心，说这些人你说成了死刑犯了，这马上要过年了，都不能跟家人团聚，太可怜了。这么的吧，为了展示我的仁慈，把这些死刑犯全部回家过年。啊，就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全部放回家过年。说你们回去呢，给你们大半年时间，把家里该嘱咐的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后事你都料理好了，过了年之后赶到秋后再回长安候斩。秋后问斩。咱们说这死刑呢，那《水浒传》里边那些好汉被判个流放从军都想办法越狱，何况死刑呢？能做死刑犯的就算有1-2个好人，大部分也都是大恶之，没什么道义可讲。所以呢，死刑犯磕头谢恩都走了，就像一缕缕青烟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很多老百姓说这皇上太仁慈了，但是有点太心软，怎么能相信这些混蛋呢？可没想到到了第2年秋天，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400多名死囚一个都不少的全都回头产。注意啊，一个都不少，都是来履约送死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李世民这个真龙天子特别有感召力。所以唐太宗李世民龙心大悦，当场就把他们全赦免了。这件事记录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白居易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德舞赞颂李世民啊，死囚400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其实大伙都知道，现在我们一看是这就是演戏的，跟这些死囚犯做好扣，我一定赦免你们，到时候你们回来。所以后人欧阳修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纵囚论》，揭发李世民演的是一场好戏。你看这戏呀，他演的啊。所以这是大赦天下的第一个原因，收买民心。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讨个吉利。咱们看皇帝生儿子，皇帝祭天啥，往往都要大赦，跟放生差不多，行善积德嘛。皇上老天爷觉得我自个儿是个好人，给自己得降点福利。你比方说汉朝时候，汉武帝到了70的高龄，重病缠身，总也不好，他就开始反思。他先是回想自个儿南征北战的一生，哎呀，我杀了多少人呐，上天有好生之德，恐怕我是得罪上天了。再一想呢，曾经的巫蛊之乱呢，自个儿误信谗言，冤枉了夫人韦子夫，最后把太子刘据都给逼死了。哎呀，后悔，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死在自个儿手里，这不作孽吗？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缠绵病榻好不了这病啊？就上天惩罚我，那怎么办呢？讨个吉利吧，让上天原谅我，我就大赦天下了。这次大赦天下，没想到虽然汉武帝自个儿病没好，还真有点好事发生。怎么的呢？在赦免的所有人里边呢，有个4岁的小男孩，他就是汉武帝和韦子夫的曾孙，就是原来太子刘据的孙子，叫刘病已。说怎么起这么奇怪的名字刘病已？这个刘病已呢，刚刚出生就遭到巫蛊之乱的迫害，全家人被杀，只有他因为是个婴儿，在襁褓之中勉强躲过一劫。当时的廷尉监丙吉不忍心让这个婴儿自生自灭，就安排2个女囚给他喂奶，还给他取名叫病已，意思他病都好了。那么刘病已出狱之后呢，是汉武帝很惊讶，为了表示自己的愧疚呢，原来赦免名单里还有我这么个曾孙，干脆吧，就把刘病已这个曾孙的皇籍也给恢复了。后面事儿咱们可能很多熟悉历史朋友都知道，汉武帝死了之后呢，汉昭帝继位，20岁时候也突然病故，接替他的呢是霍光挑的昌邑王刘贺，海昏侯刘贺，做了27天皇帝，让霍光给废了。这个时候，当初救刘病已的丙吉就向权臣霍光谏言，说这刘病已通经术有美才。霍光呢就把他扶持成皇帝，这就历史上著名的汉宣帝刘询。刘询登基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展现出非常高的政治天分。在他执政期间呢，扫平了西域和匈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收复了大概有17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汉呈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多少呢？1200万平方公里，开拓了著名的汉宣帝的中兴之治。所以你看，这是汉武帝无意中大赦天下的后果。他自个儿并没好，但是给大汉呢恩赦了一个明君。所以这是第2个大赦天下原因，就讨个吉利。
大赦天下最后一个主流原因，那就是大赦天下是情有可原的，是正确的。你比方说，汉宣帝刚登基不久，就遇到很多前任留下烂摊子。当时呢，有个渤海郡，就是现在河北渤海湾一带，在当时属于蛮荒之地，因为地处偏远呢，百姓得不到教化，各方面就很落后。而且呢，因为天灾连年收成不好，百姓为了生存呢，很多人都做了盗贼。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治安这么差，汉宣帝呢听人举荐，就让一个大臣叫公随到这地方处理这事儿。公随临行前呢，就问汉宣帝：“您是想让我用武力镇压这些百姓呢，还是让我安抚他们呢？”汉宣帝一听乐了：“那当然能安抚得安抚啊，安抚比较好，谁愿意动刀动枪啊？”这么的，公宣呢就讨了圣旨，一个大赦令，赦免了渤海百姓的一切罪责。到了渤海之后呢，对渤海百姓耐心教导，对他们进行资助培训。百姓呢，在公随的感召下呢，慢慢人心向善，安定下来了。那咱们想，如果公随只是一味的惩罚，那么渤海郡的老百姓怎么可能甘心接受呢？肯定免不了反抗，接下来有可能就一场暴乱。所以大赦天下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情有可原，就应该的。当然了，除了我说这个三个主流原因以外呢，还有这个一些非主流原因。你比方说，就是皇上高兴，你像武则天就干过这个事儿。武则天70多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居然呢长出新眉毛来了，把武则天高兴够呛，就改国号叫永世，纪念自己的新眉毛。因为高兴，顺便又大赦天下。那么这种任性的事儿可能也就武则天这样的能干得出来。那么说大赦天下，有刚才我说的诸多的主流原因啊，有什么收买人心呢，又讨个吉利，又情有可原呢，或者说皇上高兴。那么大赦天下究竟是好事坏事呢？其实古代有不少人反对过大赦。头一个反对的呢，就咱们有个成语叫凿壁偷光。凿壁偷光的主人公谁呢？匡衡，他就反对过。他说辅佐的君主啊，当时匡衡辅佐的是汉元帝，这个汉元帝就是大赦天下的铁粉。我春天大赦天下一次，夏天我还来一遍，一年2次大赦情况是经常有。可是这么频繁的大赦，老百姓感念他的仁慈吗？没有，反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刚刚大赦出狱的犯人，第二天重新又犯法坐牢了。没事，反正大赦多，我最多再等个半年，我就能等到下一次大赦。甚至踩着这个点犯法的人都大有人在。匡衡就说：“皇上啊，像教化子民最根本还要大刀阔斧的改变社会风气，你这么大赦来大赦去的，反而让社会乱套更乱。”那第二个反对大赦的谁呢？王安石。他觉得大赦天下这个事儿为政不节，就是你没有章法。他举这么例子，说一个有钱人呢叫卢助教，他到这个下边的庄子收租子的时候，遇到一伙恶人，见财起意，把他绑起来给扔到一个大缸里，用杵子给捣成肉泥了。你说多残忍。后来事发之后呢，这几个恶人呢关到监狱准备问斩，谁道没过多久就碰着天下大赦了，这几个恶人放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呗，还跑到卢家挑衅，笑嘻嘻问卢家人说：“你们那卢助教怎么不下庄来收个租子来呢？”你说这多气人，多恨人。所以王安石觉得大赦天下就容易放纵罪犯，反而会伤害更多的受害者。所以咱们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只有正面价值没有负面影响的事，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如何兴利除弊。赦免制度呢，在我国源远流长，现在虽然没有大赦天下了，但特赦还是有的。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避免它的弊端，这也是现代法治建设和政治操作当中必须考量的问题。大义灭亲很纠结。什么叫大义灭亲？咱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为了天下道义、法律公理，帮助公正的一方去消灭自己至亲的人。那关于大义灭亲呢，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两难选择、很纠结的话题，不仅仅是今天的法律。你比方说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就跟大义灭亲有关系。说这叶公呢是个能人，他本身呢姓芈，就《芈月传》里头芈月的芈，这是当时楚国的国姓。他是姓芈，神隐氏，叫朱良，字子高。因为他的封地在叶邑，就是现在河南叶县城南那一块，所以呢自称叶公，
从此呢子孙也都改姓叶了，这就是叶这个姓的由来。他是春秋末期楚国著名的军事政治家，最高担任过楚国的宰相。那叶公这么一个能人呢，孔子就很向往。周游列国到了楚国呢，他特意到叶邑来拜见叶公，希望呢能跟他联系联系，得到重用。因为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想当官，所以《论语》里有句话嘛，叫子3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出将必宰之。就孔夫子要是3天左右没有哪国君主赏识他，则惶惶如也，那就担心的不行了，出将必宰之，就离开国门或者离开家门，一定带上给国君的礼物。你看这孔子也是个官迷，所以他拜访叶公呢，是希望叶公能重用他。结果俩人一聊呢，叶公是法学家，孔子是儒学家，俩人三观不一样，没聊几句呢就争论起来了。争论什么事呢？叶公说了个故事，说我们这儿有这么爷俩，这当爹的呢偷了一只羊，被他儿子给举报了。这真是大义灭亲，这是义举。孔子一听不乐意了，说咱们两人对这个义的理解不一样。在我们那儿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呢，应该是帮忙隐瞒才对，那是你爹呀，你哪能做危害你爹的事呢？这就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相隐，这才是义举。叶公一听不乐意了，说你这包庇罪犯怎么能叫义举呢？这话不投机半句多，得你哪儿来哪儿回去吧，我不留你了。你看送客了。这孔子肯定不高兴啊，他的徒弟也不高兴了，说咱们老师这么一个大圣人，你怎么说撵就撵呢？就对着叶公恨上了。那个时候叶公呢正兴修水利，他喜欢把自己的水利工程比作龙确实是那个穿的戴的呀用的这叶公这些身边这些东西都画着龙，所以呢孔夫子的徒弟就编了一个叶公好龙这么故事来糟蹋他。所以就是因为在大义灭亲这个事上，叶公跟孔子政见不一致，所以才有了叶公好龙这典故。所以你看呢，关于大义灭亲在春秋时代就有争议，就很纠结。事实上这个争议一直没有停息，到底该不该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存在，这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部纠结史。咱们先说大义灭亲最早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姓石，叫石阙，这是姓石这个姓的老祖宗。这个石阙呢是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他儿子叫石厚。这个石厚呢和当时韦庄公最宠爱的小儿子周须，俩人感情好，一起玩到大。但是周须不是什么好鸟，仗着父母的宠爱一天呢撩猫逗狗的，无恶不作，就是个纨绔子弟，老百姓对他很有怨言。这个石阙管不管呢？他管，他把他儿子石厚给打了50大板，关了禁闭，就说你跟这么个浪荡子弟在一块玩，你还总给他出馊主意，你今后不准跟这个周须在一块。但是没关注，这石厚偷偷跳墙出去了，干脆不回家了，就跟这周须住在一块。这时候石阙呢又去劝谏韦庄公，说你要是真爱周须，你就不能这么宠爱他，你整的他一身坏毛病，你这么宠他，他又不是大儿子，将来你不能立他当太子，他能受了这落差吗？就容易出事。可惜呢韦庄公也不听他的，这么一来呢石阙也没招了，只能由着这俩人去了。后来呢这个韦庄公去世了，按照常理呢长子继位，就是韦桓公。这个周须果然不乐意了，说当初父亲最喜欢我呀，凭什么你比我大你来继位，应该我继位。他就起了不臣之心，就跟自己的好哥们石厚两个人商量，搞了一场鸿门宴，说我请我哥哥韦桓公来吃饭，你呢带着500个士兵在旁边埋伏着，我先动手，我不成功你带着500士兵再上。就这么到了宴会那天了，这韦桓公也挺高兴，说你看我弟弟长大知道请哥哥吃饭了，吃得挺开心。正吃着呢，这周须把酒杯摔地上了，咱都知道这常见的以摔杯为号。韦桓公不知道咋回事，还转身打算叫底下的仆人那给我弟弟换个酒杯。这周须趁他转身的功夫跳到他身后，拔刀就刺，把这个韦桓公给杀了，自立为国君了。那么当上国君之后呢，这个周须没长进，还是那德行。结果这回他搞大了，不是跟这个国家打仗，就跟那国家动，老百姓对他更不满了。那怎么办呢？这周须就找石厚商量，铁哥们嘛，这石厚给他出主意，
说我老爹呀，石阙在伪国特别有威望，咱们要能把他呀从家里请出来，给你压场子，这肯定没问题。这么的时候就回去游说他父亲石阙。他开始以为自个儿爹得骂自个儿了，没想到这石阙挺和蔼，说呀，我就是去呀，想让老百姓都服这周须啊，也很困难。现在周须的问题呢，是他继位继的名不正言不顺，儿子你还不知道吗？他等于是篡位呀。这个他要想名正言顺，就得当今周天子能承认他地位，得找周天子去，那就没问题了。那怎么能搞定周天子？这么的，你呀，到陈国找我的好朋友陈恒公，他是周天子身边红人，你找他帮忙，这事准成。哎，这前脚呢，石后听了这主意，跟周须两个人美滋滋到陈国找陈恒公去。后脚呢，石错写了一封血书，把这周须石后两个人恶行全写下来，说他俩作恶多端，谋朝篡位，让陈恒公一定把两人制服拿下，为前国军报仇。这陈恒公确实做到了，把两人给压住了。那怎么处理呢？犯难了。说这个石后毕竟是石阙的亲儿子，而这事由石阙委托的，这我怎么处理石后？干脆人在我这儿，通知石阙，说这老哥哥你呀自个儿派人来处理吧。当时呢，在伪国很多人都劝石阙说，你拉倒吧，这个事儿啊收拾周须就完了，你儿子从头到尾都帮闲呢，他也不真正做主啊，杀了周须就得了。石阙急眼了，说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会偏袒自己儿子？谁都知道周须能做出这么些大逆不道的事，多半部分是我那儿子给出的主意。不行，这时候罪有应得，绝不能轻饶。这么着呢，石阙就派人到陈国，把周须跟石后都给杀了。另外呢，他又打发人呢，把韦恒公的弟弟公子晋接回来，继位国君，这就后来的韦宣公。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义灭亲有记载的故事。你看，面对儿子犯法，这个石阙能这么狠心，这可真不容易。但是关于这件事呢，就存在着争议了。第一个，作为父亲，面对犯罪的儿子，你揭发检举都行，是不是你要亲自执行，自己下命令把自己儿子弄死呢？就把亲人弄死呢？那么这个争议一直到后世都存在。南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抗金名将岳飞，他手底下有个青年精英，一个叫曹宁的小将，身手不凡，作战勇猛，最后让岳飞给逼得自杀了。为啥呢？就因为他大义灭亲了。这个曹宁的父亲叫曹荣，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宋金两国交战的时候呢，曹荣就觉得金国太强悍了，这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大宋早晚得玩玩。所以呢，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识时务为俊杰，转身投降大清。这个应该比石后那个罪大多了，毕竟石后帮着周须啊，这周须也是魏庄公的亲儿子，这顶多算内斗。曹荣在当时来说，这就投敌叛国了。那么曹荣投奔金国，他儿子曹宁却是有骨气的，自个儿偷摸回到南宋，就投奔到岳飞手底下了。没多久呢，这曹荣得到消息，说自个儿儿子呀站到自个儿那对立面了，这怎么跟他金国这新主子交代呢？他就自告奋勇说，我呀到两军阵前劝降我儿子去。结果这父子俩就在阵前呢，你劝我，我劝你，谁也没劝到谁。曹宁一生气呀，提枪拍马，一枪就把自个儿父亲给挑死了，然后吩咐军士抬着尸首回营，进帐交令。这么说，曹宁呢杀死自个儿父亲，这也算大义灭亲了。尤其是宋金交锋两军阵前呢，这算得上为了民族大义啊。照理说这岳飞呢应该提倡这个，但是我们说这是岳飞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岳飞知道了，勃然大怒，对着曹宁破口大骂，说你父亲既然不肯归顺大宋，那你就回来得了，我自然会派别人去降服他。他不听，我派人杀他，这些和你没有关系，你怎么能以下犯上呢？你的命谁给的？那不是你爸爸给你的吗？哪有儿子杀父亲道理？这不是人伦大变吗？你这么不讲人情人性、凶残的人，我是不敢留你了。你赶紧给我走人，你哪去哪去。这一番话把曹宁说的无地自容，自己觉得确实大逆不道，被岳飞撵出门来，他一时没想开，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岳飞的观点，亲人犯罪没必要你亲自动手。那反过来说，石阙
他就不能在迎回魏宣公之后把儿子交给魏宣公处理吗？一定要亲自派人诛杀吗？你说他到底是为了真正的大义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呢？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史可法带着整个扬州80万人，最后这80万人片甲不留都死了，他到底是为了大明江山，还是为了自己所谓的虚名呢？他完全可以放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自个儿死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存在争议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涉及到人性伦理和法律之间的冲突。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就更具备广泛性，因为很多大义灭亲的人呢，他是没有亲自动手去诛杀自己亲人的这个条件的。而第二点就不同了，就亲人犯罪，你到底要不要包庇？这点孟子有过探讨。孟子探讨的呢不是史实，是假设。他就说上古尧舜禹的时候，这个舜呢，在做天子之前生活很不幸，亲娘去世了，后娘呢又很恶毒。这亲爹呢就喜欢后娘和后娘的儿子，他后娘的儿子叫象。说这个呢，他们这仨人合起伙来，看不上舜，想置舜于死地。你比方说舜要打井，这仨人往下面扔土，想把他活埋。这舜很聪明，他自个儿挖个地道跑了。他上屋顶修粮仓，这仨人就在底下点火，想把他烧死。这舜呢拿2只斗笠当降落伞跳下来了。照理说，这个你亲爹、你后娘和你这个带过来的这个弟弟，仨人合伙算计你。但是呢，这舜呢对父母依然很孝顺，对弟弟依然很慈爱。这时候有人就问孟子了，说舜当了天子之后啊，如果他的父亲杀人犯法了，舜该怎么做？孟子说抓起就行了。你看，孟子没说杀，是说抓，就按法律来。这时候问的人就说舜能让人把他父亲抓起来吗？孔子说，孟子说怎么就不能呢？当时舜时候的大法官高尧是他亲自任命的，舜作为天子，既然任命高尧执法，就不能干扰他执法。这别人就接着问了，说那接下来呢？就舜作为孝子，当了天子就能大义灭亲吗？这时候孟子做了个假设，说舜可能会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着他父亲跑了，然后回老家了。你看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就说孟子观点是什么呢？就舜作为天子，惩罚罪犯是他的职责，但是作为儿子，保护父亲也是他的义务。这种父子亲情不应该因为父亲犯罪就终止了。所以作为一个单纯的儿子来说呢，应该包庇父亲，这是亲情人伦。那这一点你想呀，在现代社会这争议就很大，古代社会也是如此。你看咱们刚才说这2点争议，第一个是不是亲自处理亲人？前几年就有一个新闻说，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啊，而偷了自个儿室友4万块钱，而哥哥作为知情人呢，必须配合警察作证，并且在警方动员下呢，哥哥还亲自把弟弟给骗出来，然后用埋伏的警察把弟弟抓获。这就是法律要求亲人必须大义灭亲，亲自作证，甚至亲自动手去处理自己亲人。这个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网友都谴责这哥哥太过冷血。所以在2012年的3月25号呢，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规定近亲亲属，就是非常近的亲属，可以拒绝作证。这个规定除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众利益的案件外呢，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的权利，有这权拒绝作证。但是近亲属呢，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所以这也算现代法律呢对人性的一个完善。那么这一点就是亲自处理、亲自出庭作证，这个倒是有这规定了。但是第二点呢，就更沉重了，就是亲属犯罪了，是不是要包庇？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呢，对于抓捕越狱逃犯的调查有个资料，说 81.5% 的逃犯都被窝藏过。因为母亲呢，因为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呢，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我尽一尽做母亲的义务吧。你看，中国其实是个很重视亲情伦理的国家，面对犯罪的儿子呢，也恐怕很少会有母亲呢会保持理智，不去做窝藏包庇的事情。那么如何处理这种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恐怕呀我们还得经过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咱们得相信，趋于完美的法律会越来越好的平衡两者关系，至少让这个社会在能够保证法律公理的前提下，能少一些大义灭亲的人伦悲剧。